最近除了俄乌冲突，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和希腊也是矛盾不断。土耳其宣称希腊的战斗机侵犯了爱琴海上空的土耳其领空，72小时内发生了至少30次关于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冲突事件，实际上已经是属于见怪不怪了，二者本就是世仇。公元14世纪，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开始疯狂向外扩张，短短几年就占领了希腊全境，从此希腊失去了独立国家的身份，转而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等到奥斯曼帝国衰弱，希腊独立战争胜利，希腊人已经被土耳其人奴役了近400年，梁子就算是结下了。而且当前的土耳其还提出夺取被希腊占领的爱琴海诸岛，而希腊方面也不甘示弱，一边加速与法国和意大利等北约主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另一边则积极备战，大力引进各类新型武器装备。而且地中海西侧海域被发现有大型海底油气田，加上对周边资源的争夺，二者时不时的就要发生点摩擦。土耳其各位应该不陌生，近年来土耳其屡屡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成了热点新闻的常客。各位对土耳其的军事实力应该有一定了解，强大的空军，庞大却战力不足的地面部队，新兴的无人机部队都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标签。问题来了，与土耳其有冲突的希腊军事实力如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在2022年的全球军事实力排名中，土耳其排13名，而希腊排名27。土耳其当前拥有武装力量总兵力大约是89.5万人，其中包括现役正规部队35.5万人，预备役部队38万人，以及其他准军事力量约16万人。作为对比，希腊当前各武装力量的总兵力大约是42.4万人，其中包括现役部队20万人，预备役部队22万人，另外还有大约4000人的准军事武装力量。很明显，土耳其当前的军队规模是要领先于希腊的。即便是只看现役部队，土耳其也要多出10几万人来，这也没办法。土耳其是一个人口大国，总人口数超过8000万，而希腊则是一个人口小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只有1100万左右，和土耳其压根儿就没法比。当然，兵力的多寡并不能完全代表战斗力。在现代战争体系下，装备水平的高低无疑更加重要。毕竟人海战术这种东西，早在100多年前就被淘汰了。你手中的大刀长矛，终究是敌不过人家的机枪大炮。既然数量不够，那就用质量来凑。对于那些因为军事人口不足而处于兵力劣势的国家而言，大多都会走精兵化道路。比如欧洲的老牌强国英德的军事模式皆是如此。只不过很可惜，希腊的装备水平不算高，至少当前面对土耳其并没有任何优势，甚至还要被土耳其给甩开一大截。在陆地上，土耳其目前装备有大约3000辆坦克，1.1万多辆装甲车，另外还有2100余门火炮。而希腊陆军目前则是装备有1300多辆坦克，3800余辆装甲车，以及大约1000门火炮。在空中，土耳其目前在空中装备有各型军用飞机约1000架，其中战斗机的数量在200架左右，主要是 F-16这样的4代机。而希腊目前空中的飞机数量大约是600架，其中战斗机的数量大约是180架，同样是以阵风以及 F-16等4代机为主。至于在海上，土耳其目前拥有150艘军舰，主要包括16艘大型护卫舰、10艘小型护卫舰以及12艘潜艇，而希腊则是装备有大约120艘军舰，主要包括13艘大型护卫舰和11艘潜艇。单从空军装备来看，土耳其和希腊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线上，整体的战力差距不大。但是土耳其胜在陆军和海军，因为其装备规模要明显大于希腊，而希腊在装备的先进程度方面又拿不出什么优势来。比如说陆军的主战坦克，希腊装备有不少豹2坦克，但是土耳其陆军同样也装备有豹2坦克。而在海军方面，希腊目前的主力军舰仍是4艘 MEKO 200HN 型护卫舰，而土耳其海军也装备了4艘同款。但是土耳其明年就要下水1艘接近3万吨的轻型航母，拥有航母作战群往往是一个大国才具备的实力。虽然如今很多国家拥有航母，但是从吨位和数量上来说相差悬殊，只有5常国家在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而其他国家大多是象征性的意义。2万吨左右的排水量只能和1艘2栖攻击舰相提并论。但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航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结合自身的国力推出了2栖攻击舰和轻型航母的方案，通过搭载不同数量和类型的舰载机完成角色的转换。日韩两国便是如此。
通过搭载垂直起降战斗机踏入航母俱乐部。一直想着重回大国的土耳其自然也不会放过。土耳其军工制造能力薄弱，于是就选择了和西班牙合作，以胡安卡洛斯一世号2栖攻击舰为蓝本，两国联合建造一艘轻型航母阿纳多卢号。目前这艘轻型航母建造进度已经完成80%，并将在明年正式入役。这艘土耳其史上最大吨位的舰艇也将使得土耳其海军的作战能力获得很大的提高。阿纳多卢号的最大排水量达到了2.6万吨，最多可搭载12架 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以及12架直升机，还可以执行2栖运输任务，搭载一定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员和作战车辆以及登陆艇。只是因为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美土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土耳其根本无法获得最先进的 F-35B。不过土耳其却另辟蹊跷，打算建造一艘无人机航母。顾名思义，在阿纳多卢号只装备无人机，比如安卡中空长航时间无人机、飞鱼高空长航时无人机、TB2 型中高空长航时战术无人机。这其中 TB2 无人机是最有名的，在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和纳卡冲突均战过不菲。不过这都是土耳其最先进的。为了保证阿纳多卢号的战斗力，土耳其还在 TB2 无人机的基础上研制最新的 TB3 无人机，其作战半径比原来 TB2 更大。根据目前的消息，TB3 型无人机具有在2栖攻击舰甲板起降的能力，并且在明年就可以实现首飞。总的来说，希腊的军事实力不如土耳其，而希腊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其有接近80%的 GDP 都来自于服务业，比如旅游、航运等等。另外，希腊的农业占比也相当高，差不多能达到10%。这也意味着希腊的工业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并不高。对于一个 GDP 总量不到2000亿美元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工业占比基本上已经谈不上什么体系了。而且工业占比少也就罢了，工业结构也缺乏稳定性。相比之下，土耳其可就要强多了。虽然说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国家，土耳其的工业科技水平并不算高，大都还处于中低端的行列。而在最为重要的高端工业领域，基本上还停留在空白阶段。但是作为一个工业产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工业大国，土耳其的工业基础还是相当雄厚的，尤其是钢铁冶金领域，土耳其仍是当今世界排名前10的冶金大国，每年的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即便是在世界钢铁市场中，土耳其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所以在之后的发展中，希腊很可能也不是土耳其的对手。既然军事实力占优，为何土耳其没有把希腊打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北约，二者都是北约的成员国。虽然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北约属于准军事组织，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国家联盟。美国虽与各成员国互为盟友，但其他成员国之间却并不一定有着盟友关系，而一旦成员国之间出现矛盾，北约组织其实并无很好的方法调停内部争端。不过二者都是在北约框架中，小规模冲突或许不会少，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战斗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而且小范围的冲突，仅凭希腊当前的军事力量也算够用。另一个原因就是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而土耳其不是。欧盟的老大哥或多或少的会在经济上援助希腊，而且美国的援助也是一个原因。在5月2日的时候，美国向希腊移交了130辆 M1117 型装甲运兵车，而这批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塞萨洛尼基港。这只是美国支援希腊的其中一部分。根据计划，美国将在今年底前通过一个超额防卫装备项目，向希腊提供多达1200辆免费的 M1117 装甲车，主要用于提升希腊陆军的作战能力。相比较土耳其想要让美国帮忙升级他们的 F-16机队的时候，还担心美国不同意，二者可谓是差距了然。所以即使土耳其明明在综合国力上领先，却无法完全压制希腊的一个重要原因，希腊背后站着大半个欧洲加上美国，土耳其也不敢随意出手。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